我喜欢起床拉开窗帘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是陌生而绮丽的景象。这意味着我不用像生命中大部分时刻一样，赶忙把模糊的意识塞进身体里，控制自己去赶一节课，做一个项目。这意味着我在一段可以完全抛下顾虑的旅途上。这一次，我的眼前只有大海。我的前几个月是在电脑桌前与各个自习室、咖啡厅里度过的。整个武汉，只要能放下屁股和电脑的地方，我几乎都体验了个遍。11月末，我的院校申请和毕业实习正式告一段落。准备艺术作品集和实习都是一个长期且消耗的过程，要从中抽离出来，没有什么比一段尽兴且放松的旅行更合适了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人总是想离自己熟悉的一切越远越好，去另一个城市、另一片土地，或许不限于土地。我叫上了我的大学同学兼本频道的动画师奶盖，一起去坐皇家加勒比公司旗下的海洋光谱号邮轮。听说这艘船的造价高达12.5亿美金，是全亚洲造价最高的邮轮。我们的船将会从香港出发，经历6天5晚的海上之旅。海洋光谱号有30多种娱乐活动和19家餐厅，航程中还可以免签出国。而这样的体验，通过皇家加勒比的官方小程序订购，只需要人均3000多，对本大学生积蓄不多的钱包来说相当友好。为了第2天能从从容容的登船，我们落地后住在了离启德码头更近的观塘区。你可以从遍地的工业大厦看出，这里曾经是香港的工业重镇，但近年来它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工商业并行的区域。APM 商场和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为这个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。APM 里有许多值得一逛的店铺，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些香港特供的单品。我们在一个篮球场周围坐着发呆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家香港本地的精酿品牌。我点了一杯过威士忌桶的香蕉风味石桃，还挺好喝。刚开始的香蕉风味很新奇，但越往后喝，巧克力和威士忌的醇厚风味逐渐占据上风。在酒精的作用下睡了个好觉，第2天得以早起去值船。线上值船会更快，只用提前通过小程序进行在线值船，打印好船票就可以飞速登船。办理上岸日免签入境需要把护照交给船上的工作人员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份护照的复印件。在码头就有可以免费复印的地方。上船的流程十分丝滑，在登船的连接处，我们得以近距离感受这艘17万吨巨型邮轮的体型，像有人开着几栋楼到港口一样夸张。在4楼到集合点进行安全救生培训之后，就可以到房间里去放行李了。房卡就放在门口的信封里，下船后可以保留做纪念。我们订的是双人的阳台房，房间宽敞干净，设施齐全，独立浴室干湿分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一个面朝大海的阳台。房间每天都会打扫，工作人员还会把新的毛巾叠成不同的小动物。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启了船上的探索，整整16层的各类设施，一时半会儿根本消化不完。在4楼可以办理船上的 WiFi，6天5晚要花229美金，一路走来还有各种各样的免税商品，价格还是挺有优势的。14楼到16楼的甲板俨然一个巨大的主题乐园，甲板冲浪和攀岩看起来很好玩，还有多个游泳池，看得我心痒痒。但我没有带泳裤和合适的鞋子，遗憾错过。船上一共有9家免费的餐厅，我们先在14楼的帆船自助餐厅解决了午饭。这里可以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菜式，中餐、西餐、东南亚菜应有尽有。你还可以组配自己的汉堡或沙拉。这里的红烧肉和牛腩非常好吃，食材也非常不错，完全不用担心会因为是免费餐厅就以次充好。补充完能量之后，我们直奔15楼的多功能运动馆。这里以一片多功能运动场地为中心，四周是各类娱乐项目。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工作人员把场地换成碰碰车场。前天晚上刚好看的 F1 排位赛，没忍住去开了一把。这里的娱乐活动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，我和奶盖直接玩了一个下午，射箭、AR 游戏、桌上足球。
桌下足球。还有2人磕磕绊绊完全打不起几个来回的乒乓球，被隔壁桌大爷玩爆。玩得精疲力尽之后，可以直接在运动馆里的热狗屋买热狗，可以自由搭配酱料和 topping， 非常推荐鸡肉苹果味的。我们直接把热狗拿到甲板上，一边看海一边躺着吃，最惬意的时刻不过如此。在夕阳和海风下，海洋光谱号的甲板灯光与残存的天光交相辉映，海平面渐渐模糊，陆地越来越远，逃离的感觉越来越清晰。甲板上的北极星设施在此刻升起，在那上面可以从高空俯瞰游轮的全貌。我在岸上，我上岸了，我还没上岸，这真没上。主餐厅的用餐时间可以在房卡上看，也可以在官方 APP 上自行预约。个人觉得主餐厅是最好吃的免费餐厅了，以西餐为主，菜单每一天都会换，而且可以重复点喜欢的菜，完全不用担心不够吃。奶盖展现了惊人的刮腻子天赋。法式蜗牛我第一个推荐，鲜嫩的口感伴随着黄油的厚重咸香，我们点了2份。5分熟的纽约牛排的口感也不错。第一天的甜点菜单是最让我满意的，有酸橙派和芝士蛋糕，这2个大家一定要来试试，你们一定会感谢我的。主餐厅的服务好的没话说，甚至服务员还会记住我们的偏好，是非常愉悦的用餐体验。这几天下来，我和奶盖几乎每餐都想去主餐厅吃。第一天晚上，4楼的皇家剧院就有演出，来自一对身材巨好的夫妻杂技双人组 Gold Outdoor， 只用提前15分钟左右进去就可以抢到很前排的位置，视听效果非常顶级，在前排还能享受一些互动。This is me. Look out, 'cause here I come. And I'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. I'm not scared to be seen. I make no apologies. This is me.10分满分给自己颜值打几分？打10分，我无敌，我最帅。如果你晚上肚子饿了怎么办？完全不用担心，船上的劳模餐厅、索伦托披萨餐厅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，各种口味都很正宗，而且还可以自己撒芝士碎，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夜猫子聚集地。只用提前把订餐表格写好挂在门口，就可以享受第2天送上门的免费欧式早餐。如果天气晴朗，气温适宜，在阳台上看着大海用餐将会是绝佳体验。但可惜第2天天气阴沉，海风也很大，只能临时撤回室内。咱们确定要在这个天气里阳台早餐吗？咱们要不等明天靠岸，天气好一点、暖和一点，再这么吃呢？那我们进去吧。走。第2天变成了室内美食探索日，几乎一整天都在吃。奶盖同学真的一天吃了6顿，朋友们，这是奶盖大1的照片，我算是知道他这4年是怎么胖的了。270咖啡厅在270度景观台的前面，可以免费喝咖啡、吃小吃，还可以买全球统一价格的星巴克。这里除了喝咖啡、吃早餐之外，还有更大的用处，我们待会儿就会带你体验。14楼的海景餐厅可以一坐1下午，就坐着消磨时间，也没人会催你走。主餐厅依旧稳定发挥，今天的前菜有更适合中国味的糖醋排骨和竹笋沙拉，但我最爱的还是这个口感酥软的洋葱塔，柠檬黄油烤鳕鱼也非常好吃不腻。今天的皇家剧院剧目单是魅舞今夕，
非常有百老汇风味的舞台设计和曲目单，也融合了流行音乐和电子舞曲。你可以看出每一个演员都十分尊重舞台，享受舞台，这种热情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被感染到。Sink into our seats right as they dimmed out all the lights. A technicolor world made out of music and machine. It called me to be on that screen and live inside each scene. 第3天和第4天的靠岸日，2天都被云层覆盖的天空可算是晴朗起来了。我并不建议赶忙下船抢时间，把节奏放慢一点也完全够用。度过了天气晴朗且十分尽兴的2个上岸日之后，邮轮开始返程。回到船上之后，还有一场位于270景观台的大型歌舞表演，名叫《丝绸之路》。这是整个航程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体验。奶盖带我抢到了一个离舞台很近，但是位于侧面的位置。起初我还担心无法看到表演的全貌，影响观看效果。结果完全不用担心，演员的演技经受得起270度无死角的考验。这么刁钻的角度，近距离观看也会被演员瞬间带入情境中。我们仿佛置身于商队络绎不绝的丝绸之路，商贩们大声吆喝，揽客来体验商品的质感。每一段表演，每一个演员都表现完美，无论是在近处享受互动，还是在楼上看舞台全景，都是独一份的体验。看完后9点钟在主餐厅又吃了顿夜宵，在岛上没吃几口晚饭，意面的味道不错。这就是度假生活啊，没人管你一天吃几顿。返航日，精疲力尽的2人开启了在游轮上的另一种生活方式，彻底的躺平放松。游轮上有各种各样可供休息的座位，供我们换着花样随地大小躺。主餐厅的 brunch 也是最值得推荐的，我都称主餐厅自来水了。本千层面爱好者给这个芝士拉丝肉酱饱满的千层面以高度评价，蛋卷配的香肠很好吃，肠衣不难咬断，肉质还糯糯的。我们就这样顶着和煦的阳光，漫无目的的放空着，这就是旅途最后一天最应该做的事情。最后一天的晚餐，主餐厅的工作人员们在餐厅中央表演舞蹈，游轮之旅在舞蹈中启程，也在舞蹈中落下帷幕。平心而论，我真的很难找到比这次游轮体验更充实、更有性价比的旅行方式了。这6天5晚像一个自在尽兴的海上派对，这份记忆让人拥有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干劲。但我们都不是1900，船终究还是有靠岸的一天，我们也得回到陆地上继续我们的生活。下船之后可以坐着52号巴士一直到西九龙火车站，中途要经停尖沙咀。我和奶盖在尖沙咀下车，开启我们在香港的最后一天。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只是短时间在香港停留，但又想去转转，在尖沙咀巴士站附近100米处，你就可以找到宝丰大厦6楼的大骆驼行李寄存，放好行李箱，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，向星光大道走去。这里怎么这么像武汉江滩？虽然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维港了，但这儿的景色还是看不腻。晴天的维港别有一番风味，在水面的反光下，我们沿着栏杆寻找为影迷们所熟知的名字。刚刚我也是刘德华。你又是刘德华，刚刚还是谁？刚刚还是过分的。碰死这么多人了，大概。
这附近有香港最大的一家 K11， 但里面都不是我们俩能逛得起的品牌，而且感觉进去之后1个下午的时间就没了。于是我们兜了一个小圈，准备在感受香港街景的同时前往 The One 购物中心，那里有我们更想逛的店。无论来多少次，还是会沉醉于香港这种在时间的积淀下慢慢生长变化的街景，色彩使用大胆却不显得突兀，让人有无尽的探索欲。在去往德湾的路上，我们偶遇了一个巨型优衣库，圣诞季的装潢还挺好玩的。旁边还有一个专卖微缩模型的店铺，甚至有一个超大的微缩香港展示模型，细节满满。这里的模型以小车为主，我敢说任何汽车文化爱好者都很难走出这家店铺。在 The One 的 IT 里逛了逛，有些单品的价格相比内地还是便宜不少的。在这里，我们还找到了一家香港本土服装品牌 Adlib， 店里面所有的衣服都特别对我的胃口，很舒适的配色和版型。我最后买的是这个容量巨大的帆布包，我也刚好需要一个包来分担一下行李，还带了一个牛仔布拼接的小钱包。店里当天的活动力度很大，基本上是买1送1了。我们在华嫂冰室吃了午饭，它的味道值得排队等待。店里面的漫游信号很差，可以找店员要手机点单。在香港的最后一点时间，我们在九龙公园度过。在晴朗的天气里，公园的每一处看起来都温暖明亮。在鸟鸣声中，这次旅程也顺利结束。回到陆地之后，世界又重新变得具体起来，要走的路，要赶的车，要面对的日程与选择。但这趟旅程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它只是被安静地收进了身体里。某一天清晨，当我再次拉开窗帘，看到熟悉的城市、熟悉的天色，我会知道自己曾经在海上生活过5天，在一个不需要着急、不需要证明、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的时空里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，这里是新人 UP 主乐色狗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我的旅行与生活记录，敬请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